将爷爷又出京剧了，称辉。瑞宝和辉宝则一人抱着一只皮靴啃咬着，不仅瑞宝和辉宝啃得开心，宋爷爷看着姐妹俩这模样也被逗笑了。宋爷爷把瑞宝抱进怀里，问瑞宝怎么这么可爱。而此时的光君一直埋头啃爷爷的皮靴，根本没空看爷爷在干嘛，抱着皮靴啃得很是专注。宋爷爷陪姐妹俩玩耍了一会儿，到了接姐妹俩回家的时间了。宋爷爷先是抱着瑞宝站了起来，然后再给辉宝抱起。不过此时辉宝正抱着爷爷的大腿，这让爷爷寸步难行。这一下可给宋爷爷忙坏了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宋爷爷只好先给瑞宝放下，之后先将辉宝抱起，然后再去抱瑞宝，这样明显顺利了许多。之后宋爷爷便乐颠颠的抱着姐妹俩走回了家。今天来看福宝一家的人简直不要太多，排队时间显示需要270分钟，也就是需要4个半小时。这样一算，乐园一天只营业8个小时的话，游客们只能排一次队。而饲养员们为了防止一排队4个小时，来了却看不到宝家成员，特意让福宝今天提前出门营业了。福宝出门后也很是配合，直接爬到小树上开始营业。福宝先是来到了小亮台上玩耍了一番，给自己的别墅牌匾修饰了一下，然后便爬到了自己小吊床上。福宝一边享受着午间阳光，一边吃着美味的竹子，这惬意养的姨姨们一整个羡慕住了。而今天福宝的体重依旧稳定在200斤以上，福宝这200斤的体重已经稳定了有1个月左右了，看样子以后福宝的体重再也不会掉下100斤了。今天下班，辉宝又不给面了，吃了宋3岁的小苹果，还不配合宋3岁，甚至故意爬到高的地方，让宋3岁够不着自己。但宋3岁也成长了，眼看辉宝不听话，转头就走了，跟辉宝玩上冷暴力了。今天下班点到了时，依旧是只有瑞宝自己醒着。瑞宝爬上小木桩站起身，试图叫醒正在睡觉的辉宝，这是因为宋3岁跟瑞宝谈了报酬。此时的宋3岁眼看园区只有瑞宝醒着，便给瑞宝喊了过来。宋3岁以1块小苹果为报酬，让瑞宝喊辉宝下来。瑞宝从小就讲诚信，吃完小苹果后就回去叫辉宝了。只不过自己能力有限，瑞宝发现自己根本叫不动，宋3岁便让瑞宝先自己回家。不过这是爱宝醒了，宋3岁眼看爱宝醒了，立马送上小苹果，防止爱宝一会儿再重新睡过去，用小苹果给爱宝提提神。爱宝看到小苹果后没有犹豫，立马转头过来给小苹果吃掉。爱宝吃完小苹果，看了看通道门，爱宝这时知道宋3岁为什么送小苹果了，就是为了让自己回家。爱宝从不白吃人东西。爱宝消化完小苹果后，便从小亭子上下来，走回了家。这时便只剩辉宝了。宋3岁带着诚意来到园区，一手的小零食。宋3岁先是给树上的竹子扯了下来，准备大干一场，接着站上去喂给了辉宝1块小苹果。本想趁辉宝还没反应过来就给辉宝推下去，哪知辉宝反应的这么快，一下打破了宋3岁的计划。辉宝站在最高的树杈上，让宋3岁够不着自己。宋3岁这趟白出来了，甚至还赔了好几块小苹果。而对于辉宝的下班，这下只能看辉宝自己的心情了。木桥对现在的爱宝来说些许有些窄了，好在爷爷给独木桥安装到了下面，如果此时独木桥在小树上，爱宝就没有中间掉头的体验感了。而此时瑞宝、辉宝和爱宝便产生了鲜明对比，他们现在还没有独木桥粗，谁能想到刚出生只有小老鼠大小的熊猫能长到后来的几百斤。一会儿将爷爷见瑞宝和辉宝玩得可爱，便来到园区拿出手机为其进行拍摄。虽然爷爷每天都和瑞宝、辉宝待在一起，但对于爷爷来说，
瑞宝和辉宝现在每一个新行为和表现，爷爷也都和姨姨们一样，对其都有着同等的吸引力。爷爷拿着手机记录着瑞宝和辉宝每一个动作，绝不让自己的画面里漏下他们的一个细节。直到一会儿，江爷爷手机提示电量不足时才回去。江爷爷表示，刚才自己该充满电再出来的。中午，瑞宝和辉宝的下班时间到了，爱宝领着姐妹俩往家走。而此时，在室外园区玩耍的福宝也该收拾回室内了。昨天的雪覆盖了福宝的整个园区，从外面看上去，福宝像是生活在雪原上一样。而隔壁的乐宝正坐在下满雪的小亭子上吃竹子。不管什么时候来看乐宝，乐宝都是一种正在享受熊生的姿态。乐宝主打的就是一个心态。等依依再一次排队回来时，福宝正趴在树杈中睡觉，而隔壁的乐宝也正在睡梦中。此时是专属于父女俩的睡觉时间。今天不想回家的保家成员里竟然有爱宝。依依在房间里喊遍了保家成员的名字，只有瑞宝在听到自己的名字后走了回去。而至于爱宝和辉宝这里，爱宝貌似有点不开心的样子，或许是爱宝听出了这个声音，不是圣西姨母的，也不是奶爸的，所以爱宝根本不想回去。虽然爱宝懂事儿，但爱宝的懂事儿也仅表现在信任的人那里，例如2个奶爸和圣西姨母，其他人爱宝还是有些信不过的。而瑞宝这里在下午早就按耐不住自己躁动的内心了，在通道门口来回盘旋了好几次，来到床上烦了烦妈妈。爱宝看到瑞宝来了，还特意给瑞宝腾开空，然后一把给瑞宝搂在了怀里，但瑞宝根本不安稳，又从妈妈怀里挣脱了出来。等爱宝转身又睡去时，瑞宝又过去捣乱了。瑞宝此时就是你跟他玩他不想玩，你不理他他又过来找你。瑞宝爬上妈妈的头，坐在妈妈的头上，给妈妈的头顶做了下标记后，才心满意足的离开。但当走到一半，瑞宝发觉对面更无聊，又拐回去了。瑞宝此时全靠自娱自乐。瑞宝又走回了妈妈身边，如果要是没有妈妈在身边该怎么办呀？瑞宝直接踩着妈妈的身体，一手钻到了妈妈的怀中间，只有这里才能让瑞宝感觉到十足的安全感。瑞宝在妈妈身上翻来覆去，而爱宝对于瑞宝只有宠溺和忍受，一直承受到瑞宝自己感觉这样没有意思。之后，瑞宝又叼着一根竹子，开始在园区四处闲逛。瑞宝一直这样无聊到下班点，所以下班时通道门一开，瑞宝就飞速的跑回去了。宝又在姨姨的面前小秀了一波，面对所在的雪坑进出自如，大长腿一迈就出去了。爬出雪坑后，瑞宝傲娇的气质接着就上来了，一言不合给妹妹手里的竹子抢过来，然后又一言不发的爬上了小树。爬到一半，瑞宝发现自己的竹子有点碍事儿了。瑞宝没有选择给竹子扔掉，而是聪明的给竹子调转了一下位置，之后3、2下便爬上了树。而辉宝给这抢自己竹子的仇一直记到了回室内。辉宝来到小滑梯上，拉着姐姐就一起摔了下去。瑞宝被摔得晕头转向，辉宝的裤子也摔脏了。而与此同时的室外园区，圣西姨母正带着自己助手在研究着给爱宝的小零食放在哪里。忙完室外，又来到室内和宋3岁一起收拾竹子。爱宝这次给青团全铲在了竹子上，不知道一会儿大象吃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味道不对。宋3岁负责收拾竹子，圣西姨母负责收拾青团，俩人分工明确。而爷爷和姨母在园区忙碌打扫卫生的声音也没有影响姐妹俩睡大觉。宋3岁这里就爱拍点姐妹俩睡觉的模样。随着姐妹俩越来越大，很快就要迎来独立了。宋3岁到时便也不能像现在这样近距离拍摄姐妹俩了，所以现在能多拍点就多拍点，这都是自己以后所用来回忆的东西。不过正经不过3秒的宋3岁，下一秒又将镜头移动到了圣西姨母的脸上。